这是武殿中的龙渊剑。龙纹盘环，的确没错。可刚刚这剑不是好好的挂在武殿中吗？三位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武殿着火了！三弟，你留在这里协助官兵处理现场。师爷，你去安排花三娘和伶人们的住处。是。什么？我的住处？是啊，花三娘，上官将军不是说了吗？谁也不得离开黑风寨呀。师爷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怠慢大家。好。二弟，随我去武殿看看。好。大哥，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狄仁杰观察入微，或许能发现线索。那就多谢狄大人了。怎样？宝剑是否安好？大当家，宝剑不见了，只剩下剑鞘。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现在黑风寨十分的危险，臣已派人将屈大人的死讯上报给朝廷。现在臣请护送殿下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好，那就有劳上官将军了。走吧。究竟是何人盗走了宝剑，还杀死了屈大人？这么一来，恐怕整个黑风寨都要受到牵连。可是宴会前，这3把宝剑还在，到现在为止还不足1个时辰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可有其他人进出过？回大当家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进来过。这火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烧了起来。莫名其妙，无人放火怎么会失火？你仔细想好了，究竟有没有人进出？二当家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人。大大，你在想什么？听起来这个宝剑像是不翼而飞，这大火也是自行而起。但最奇怪的，不只是这2件事情。最奇怪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从这里到聚义堂，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而屈大人被杀，与这武殿失火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。难道盗剑杀人者与放火者不是同一个人？目前还不能肯定，但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吧？大哥、二哥，会不会伶人演的是真的？将军带着不义之火回来报仇。也许，屈大人就是那个佩戴着龙渊剑的铁骑，所以，凶手要用龙渊剑杀死他，以血还血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魂？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个宝剑的传说，不可能是假的。传说是真是假，我还不敢肯定。但这世上没有鬼魂，倒是真的。屈大人被杀之前，可曾看到有可疑之人出入过聚义堂？有一个，让上官大人给拦了下来。不过他拿出请帖，说自己只是晚来，上官大人便让他放下兵器进来了。可曾看清楚请帖上的名字？关胜。黑风寨似乎没有请这么一位人物。三弟，大哥，情况如何？已经检查过屈大人的尸体，并无中毒的迹象，确实是死于剑下。啊，武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火是救下了，但是3把宝剑全部失窃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盗剑行凶。
三当家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剑确实是被盗，但却是不翼而飞。武殿的守卫说，当我们离开武殿之后，便没有人再进入了。也许进去的是个隐形人。隐形人？刚刚官兵言道，说有一个叫做大刀关胜的人来过黑风寨，不过在午宴上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人的出现。大刀关胜，兄弟，出来吧！就是他！诸位当家的饶命啊！屈大人可不是我杀的呀！你就是关胜？你这请柬是假的，你还说你不是凶手？这……关胜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剑？并没有，只有一把大刀，不过也让上官将军给留下了。关胜，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。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无罪的话，就将书案上的宝剑拿过来吧。你就是除了萧朝天的狄仁杰？正是。好，在下早已钦佩您，狄大人怎么说，关某就怎么做。关胜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把剑藏在身上？这剑乃青铜玄铁，比关某的大刀还要沉。狄大人，你这不是为难关胜吗？对呀，屈大人是被这把宝剑所杀，我怎么可能把这把剑带进来呢？也许你一早就藏在这里了。温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。关胜没有这么好的轻功。这跟轻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到武殿的时候还看见那3把宝剑，就说明那3把宝剑是我们走之后失窃的。我们到聚义堂后，这里被官兵把守，进出都会被看见，所以关胜要预先放剑，就要在我们到之前把剑藏好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在我们从武殿到聚义堂的路上完成偷剑、到聚义堂藏剑这3件事。这段路程不过区2炷香的时间，没有上好的轻功，又怎能做到？关胜，现在就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来聚义堂吧？其实，我是来找春红的。春红？可是那个不小心将酒洒在屈大人身上的婢女。正是，她是我的相好。春红答应嫁给我，可是这3个月来却没有音讯，我着急就找上来了，可是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一时害怕，便不敢出来。你可亲眼见到了屈大人被杀？没有，我进来后就躲在廊柱后面找春红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不小心！算了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一刹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快回头看时却没人了。官兵从我前面冲进来，我一时慌乱，就跳到了房梁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红，你可认得他？认得，我去年下山买东西被歹人所劫，就是他救了我。春红，为什么你要失约？不是说好这个月初5就成亲吗？这不正赶上招安吗？我想等过了招安再说。大当家承诺，寨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笔赏金的。我的确是希望寨中每一个人都有好日子过。这招安之后，能够分一笔钱给大家，没想到竟然让大家都受到了牵连。大哥，这并不是你的过错，害人的是那个凶手。如果关胜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凶手必定是在宴会之上。狄大人，关胜乃关二爷的后人，
说话从来不打马虎眼。好，人家就相信你。关胜说他听到屈大人惨叫之后，就马上有士兵进来了。而这凶手如果逃走，定不会走前厅的大门，因为士兵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他不从前门走，还可以走后门啊。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，只可惜凶手并没有这么做，关胜却在不经意之间，将自己变成了可以证明凶手从未离开过的证人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所听到的脚步声，就是凶手的脚步声，而你靠的廊柱，离那后堂至少有50步的距离。如果这凶手要去后堂，他怎么可能在你转身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？答案只有一个，这凶手定是进入了宴会大厅。